最强坦克爹开局被队友逐出队伍，结果退休回老家的路上直接白捡了个白毛美少女。因为露娜是人造人奴隶，根本就没地方去，路德就把她带回了自己的老家阿凡西亚。刚进城镇就被一个少女紧紧抱住。这些都是路德在镇子上的朋友，他外出冒险的时候多亏了他们帮忙照顾妹妹。红毛少女是打铁铺的看板娘米雷娜，旁边一身盔甲的是自卫队成员菲尔。和他们打过招呼后，路德就迫不及待带着露娜回到了自己家里。没想到妹妹已经做好了一大桌子菜，看到马尼西亚过来的那一瞬间，路德顿时就心花怒放。果然自家妹妹就是全天下最可爱的小女孩。他介绍了马尼西亚和露娜互相认识。露娜注意到刚刚在说话的时候，马尼西亚头上的呆毛一直在乱晃。原来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些人会有些特异体质，而马尼西亚的特异体质就是头发会随着情绪起伏而摆动。这一会儿晃得这么厉害，说明他心里非常开心。虽然路德并没有提前打招呼，但是马尼西亚预感到哥哥今天可能会回来，所以才提前准备好了他最爱的番茄料理。然而在吃饭的时候，露娜遇到了一点小问题，她居然不会用勺子，因为人造人奴隶并没有这么好的待遇。察觉到自己给恩人们添了麻烦，露娜又自责又愧疚。马尼西亚连忙蹲下来安慰她，然后手把手的教她如何使用勺子。露娜也不愧是学习能力超强的人造人，几天过去就能独自做出这么一桌子料理，而且味道跟马尼西亚做出来的一模一样，基本的日常常识也都掌握了。刚好今天天气不错，马尼西亚就建议路德带露娜去镇子上逛逛，还把自己的衣服借给了露娜穿，俨然是把人家当成了妹妹。镇子上的店铺并不多，路德先带着露娜来到了打铁铺，还碰到了米雷娜的爸爸，聊起自己的魔剑被人抢走的事情。米雷娜爸爸大手一挥，包在我身上，等我做一把超强神剑给你。聊完后，又建议路德带露娜去看看魔菜的菜园。所谓魔菜，就是魔物版本的蔬菜，营养价值比一般的蔬菜还要丰富。这时，几个小朋友围了上来，八卦地问路德，旁边那位是不是他女朋友？路德连忙否认。小朋友们仔细一想，确实也是，路德哥哥是个妹控，怎么可能交女朋友呢？紧接着又走过来一位老婆婆，催促那些小朋友赶紧去干活。大概是语气太严厉的缘故，让露娜想起了自己作为奴隶被鞭笞的那段日子。不过这其实是一位很和善的老婆婆，还是镇上的药师，马尼西亚的药基本上都是她做的。老婆婆又温柔地告诉露娜，如果之后遇到什么问题，可以来她家药房，因为他们这些年轻人就像她的孩子一样，还邀请他们跟自己一起去采菠菜，也就是那些魔菜的果实。路德那几个闻讯赶来的好兄弟还一不小心体验了一下触手 play。 等到太阳快要落山，路德和露娜才端着一筐魔菜往家里去。今天一整天露娜都很开心，准确来说是从她来到这座镇子上之后，她每天都很轻松愉悦。镇子上的大家都是好人，都对她很和善，如果能永远在这里生活下去，不知道会有多幸福。想到这里，露娜下定了决心，她直接握住路德的手，抚摸自己的胸口。妹控坦克爹居然被白毛美少女做出这种事，太过突然，路德有些不知所措。就看到露娜扯开胸口，露出了里面的魔石，这是她作为人造人的象征。露娜告诉路德，其实自己是邻国布伦凯斯开发的战斗型人造人，一直没有说出来，是害怕路德把他送去销毁。可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露娜意识到路德是个好人，而继续欺骗他也会让他感到痛苦，所以他选择了坦诚相告。事到如今，路德也不得不告诉露娜，刚遇见他的时候，自己就已经不小心看到了他胸口的魔石。但露娜当时的眼神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妹妹，他没有办法放着这样一个少女不管，更何况就算是人造人又如何呢？只要露娜想一直作为人类生活下去，那自己也会帮助她的。露娜被路德的一番话打动，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，我想作为人类活下去。回到家后，露娜也跟马尼西亚说了这件事。马尼西亚先前虽然不知道，但也非常自然地接受了露娜的身份，一家三口和和美美。几天后，镇子上的大家一起给大别墅做大扫除。扫除结束后，就有人提出想跟路德来一场久违的决斗。路德也正有此意，不过他第一个想对战的是菲尔，毕竟菲尔可是自卫团的副团长。路德想用他来测试一下自己未知技能的效果。
比赛已经开始，两人却都没有动。就在这时，菲尔率先朝路德冲了上来，路德往前踏了几步就举起盾抵挡，而菲尔的攻势相当凌厉，一击不中就后退再来一击。路德举着盾根本没有余力反击，自卫团的团员们全都在为自家副团长加油呐喊。露娜和马尼西亚见状也不甘示弱地给路德加油，看到妹妹担忧的眼神，妹控路德瞬间雄起，结果下一秒手臂就被菲尔的刀插中，趁着路德暂时失去平衡，菲尔举着刀扑了上来，却被路德的盾反弹了出去，只这一招就将他的护盾全部耗尽。原来路德刚刚用了自己的技能生命转换，能把之前损耗的护盾转换为力量，是难得的攻击技能。路德没有想到这个技能的威力居然这么强，看来之后他也能加入攻击了。他打得有点上头，看向其他人问还有谁想来。团员们吓得不敢直视他，看着这样厉害的哥哥，马尼西亚却回想起了自己小时候，父母因为他罹患重症将其抛弃，还把路德也给带走，不准他探望。然而就在马尼西亚在大街上哇哇大哭的时候，路德居然独自一人回来找他了。从那之后，兄妹两人就一直生活在一起。可马尼西亚心里也很清楚，如果没有自己的话，以哥哥的实力，肯定能更加自由的生活吧。所以第二天一早，马尼西亚洗了个大澡，为哥哥准备早餐。他也只能为哥哥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了。在饭桌上，露娜问了一些他们兄妹俩之前的事情，得知两人还住过贫民窟，当时的贵族热衷于指引贫民窟的小孩回归正途。路德他们也有幸到骑士学院学习，现在这些知识也都是那个时候获取的。可马尼西亚心里想的这是别的事情，那时候就有人说他拖累了自己的哥哥。路德成绩优异，性格也好，大家都觉得他一定会成为骑士。结果路德为了给妹妹治病，反而决定成为冒险者。几个女生听说后就忍不住对他心生怜悯，对拖累路德的马尼西亚自然也没有什么好感。那些人的讨论让马尼西亚到现在都还记得。吃早饭的时候，露娜就察觉到马尼西亚的心情不对劲儿，所以特意过来安慰他。得知了马尼西亚的烦恼，露娜表示，或许对那个人来说，他做出的选择就已经是让自己最幸福的了。露娜还建议马尼西亚直接跟哥哥聊一聊，把心里的想法如实告诉路德。就在这时，路德从镇子上回来了，马尼西亚顿时慌乱不已，他还没有想好究竟该怎么说呢。最终在露娜的鼓励下，鼓起勇气走了出去。露娜也拉着他的手，给予他力量。马尼西亚深吸一口气，问哥哥，你现在过得幸福吗？妹妹竟然问妹控哥哥幸不幸福，那路德当然是毫不犹豫地回答，肯定幸福啊。马尼西亚又问了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帮助曾经被抛弃过的我呢？路德依旧是立即回答，那是因为我以前曾被你帮助过呀。小时候的路德因为身材比同龄人都要高大，其他小孩都觉得他很可怕，不愿意跟他玩。这个时候是妹妹毫不畏惧地扑到了他的怀里，让路德感受到了救赎和幸福。从那之后，他就下定决心永远和妹妹一起生活下去。所以现在的日子就是路德最幸福的日子。路德的话让马尼西亚羞愧不已，他怎么能怀疑哥哥对自己的感情呢？想到这里，忍不住像小时候那样扑到了哥哥怀里。这对路德来说简直就是最大的奖励呀！看到兄妹两人和和美美，露娜也相当欣慰。三人正准备一起做午餐，却听到外面传来敲门声，而来的人竟然是路德的前队友尼恩。尼恩告诉路德，自己已经不在勇者小队了。原来自从坦克爹离开之后，勇者小队就一直无法攻略迷宫，全队就像一盘散沙一样，毫无配合可言。在一次迷宫攻略中，因为勇者的刚愎自用，差点全军覆没。黄毛勇者也在那场冒险中身受重伤。八卦小报迫不及待把这件事登了上去，气得勇者把锅全推给了队友们，都怪他们害自己的评价一落千丈，说到两个新人羞愧不已。老队员看不下去了，直接点名，明明是勇者本人胡乱冲锋陷阵才导致失败的。勇者早就不再锻炼身体，还天天喝酒，让自己变得瘦弱不堪。之前是靠着路德的护盾才勉强通关的，现在路德不在了，他能顶个毛用？原来勇者的技能生命爆发虽然能强化身体，但需要消耗大量护盾。他至今为止使出来的威力最强的生命爆发，就是路德护盾耗尽的那天。尼恩也是那时候才发现，
路德的未知技能能把其他人损耗的护盾转移到自己身上，在此之前，他们甚至从没怀疑过。勇者还在那里死不承认，他可是勇者，怎么能只是因为踢掉一个肉盾就沦为这副模样了？可惜大家都没兴趣听他在这逼逼叨了，纷纷退队离开，就连被他招进来的2个新人都抛弃了他。听尼恩说完来龙去脉，路德颇有些感慨，如果他能早点知道自己的未知技能就好了。尼恩连忙表示，错的是他们才对，他们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现是路德在替他们承受损伤。道完歉和道完谢之后，尼恩立刻变了副表情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，今后大家就一起和和美美的生活吧。于是从今天起，尼恩也要住在这里了。路德大吃一惊，说什么也不同意，毕竟尼恩可是货真价实的贵族千金，同时还是圣女，让她住在这里肯定会给他们家带来不少麻烦。可是镇子上没有旅馆，最起码今晚也得让尼恩留宿在这里。无奈路德只能把自己的房间贡献出来。尼恩扑到床上就开始撒娇，还对路德说不介意和他一起睡。路德小脸通红，差点以为这小子要开窍了，结果下一秒房门却被敲响。菲尔急匆匆地告诉路德，果园里出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魔物。众人过去一看，果园已经被摧毁，那只巨大的魔物还在周围肆虐，身上被黑色的瘴气包裹。尼恩立刻出手将其净化，魔物的真身也得以显露出来，的确跟他们之前见到过的都不一样，就像是被魔素支配了自我似的。这时菲尔的父亲被打飞了过来，紧接着巨大的魔物从天而降扑上来。路德立刻使出挑衅技能，将魔兽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自己身上，让其他人集中对自己施展回复魔法。没想到魔兽一爪子就差点把路德压趴，幸亏他反应及时，把盾牌举在头上。趁着僵持之际，路德让其他人赶紧攻击，他们受到的伤害可以全部转移到自己身上，所以不用顾忌，大胆上吧。在自卫队露娜和尼恩的齐心协力之下，魔兽竟然真的被打得拔腿就跑。然而他跑的正是城镇的方向，绝对不能让他进入城镇。露娜立刻画出一堵墙挡在魔兽身前，魔兽一头撞上去，顿时晕头转向。路德借机冲上前，将刚刚受到的2万伤害全都注入护盾中，化作攻击。七彩光芒瞬间笼罩了整片战场，等光芒散去之后，魔兽也已经倒下。自卫队的成员们兴高采烈地围着路德道谢，多亏了他才能让他们无伤解决。路德心中也是欣慰无比，以前在勇者小队那里哪有过这种待遇。结束之后，路德在地上捡起了2块魔石。一般来说，一只魔兽只会有1颗魔石，为什么这一头能掉落2颗呢？而且看起来跟制作人造人的模式非常相似。难道是有人把人造人用的魔石硬镶嵌进魔物的身体里吗？果然，很快尼恩就在魔物身上发现了缝合的痕迹，看来有一场阴谋正在悄然酝酿着。